出租车。哎，等行等行，来。哎呀，怎么慢点，小心！这是头晕的要死。来，当心一点啊！来，我扶着你。来，小心台阶。哎呀！王琴快接电话呀！哎，尹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八成是绯闻发酵，老公不甘戴绿帽呗。看，找上门去，好戏就要上演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要吵架吗？回家去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疯了吧你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是不是哪儿出错了？错了？有可能出错吗？王晴，你真够可以的哈！一顶绿帽子从头给我戴到脚。建平，豆豆是我们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会不是啊？是，我也想问你啊，怎么可能会不是呢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建平，我没有骗过你。别动我！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？建平，我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的男人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我想相信你，我怎么相信你？行啊，你不说是吗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有办法找出这个男人到底是谁。哎，你们都挤在这干什么呀？我跟你回家说。我的家早就名存实亡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建平，走了。好了好了，戏结束了，戏结束了。王姐，王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还亲子鉴定了呢？他什么意思啊？田妮，我先回家了。汪姐，你干嘛去啊？汪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汪姐，您这去哪儿啊？哎，慢点啊！啊！行了，回去歇歇吧，都累了一整天了。我想等建平来了再走。建平来干什么呀？这汪晴和别的男人的孩子跟建平有什么关系？小点声，别让孩子听见。这亲子鉴定都出来了，还能假呀？啊！现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了，我们在这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走得了。那也不能让豆豆一个人待在病房里呀。人家把你当傻子，你还替人家心疼。我告诉你啊，豆豆从今往后跟我们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豆豆跟咱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别还真的想不认就不认呢。爸妈，哟，你可别叫我们受不起。啊，对了，我问你，你把我们尹家当什么了？你说你明明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却让我们尹家白白养了这么多年，你什么意思呀？
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豆豆千真万确都是尹家的孙女，这孩子是你们眼看着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呀。怀胎10月，你不是早产吗？早产也是建平的孩子呀。爸，你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想相信你，可这鉴定，它不会是假的吧？我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，但是我王贤可以对天发誓，豆豆绝对是我跟建平的骨肉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要不然这样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事情查清楚，好吗？你去查吧。对了，人家亲妈都来了，你还舍不得走啊？走。哎呀，走吧，别看了，你还嫌我们看的少啊？走走走走，行。喂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，不如来我家吧，我们聊一聊，或许你会好一点。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贝贝都告诉我了，汪晴怎么可以这么做啊？怀了别人的孩子还嫁给你。哎，你说豆豆会不会是周凯文的孩子啊？我的事你别管。真的是气疯了。来，豆豆，快吃。妈妈不饿，豆豆吃啊。还疼吗？妈妈对不起豆豆啊。快吃饭。你喝酒了？喝了。怎么了？豆豆，你都好几天不在家了，小熊特别想你，我们去看小熊好不好？走，跟妈妈走。你看，小动物们是不是都在这儿等你啊？好好的跟他们玩啊！妈妈跟你保证，再也不会跟爸爸吵架了，好吗？那。建平，本来想等你回来好好聊聊，但是你喝多了，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说什么。豆豆的情况你也知道。别跟我说这个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安晴，咱俩做错事情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真是想不到，你居然还骂我
说的是不是人话？王晴，我真没想到，一个高高在上的王晴居然那么虚伪下贱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那你告诉我，我是相信你，我还是相信科学呀？啊？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但是我想一定是哪儿弄错了。我真的没有隐瞒你任何事情。别说这些了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周凯文的？你住口！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周凯文。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文倩，都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护着周凯文，我是你老公啊，王晴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当初他要是爱你，他就不可能不辞而别，就不可能让我一监听替他擦屁股，像这个孽种。太过分了！别碰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孩子有病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豆豆，没事吧？不怕，妈妈在啊。我一分钟都受不了你了，你赶紧带着孩子给我滚！赶紧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！现在要跟你离婚，现在就离！离就离！这种没有半点信任的婚姻，早就名存实亡了。我跟豆豆不会要我一分钱。我一定会还回我自己的清白，你别后悔。不会后悔。来啦！汪姐，我想带着豆豆在你这儿住段日子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没问题呀，求之不得，快进来吧。来，豆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里边坐。坐。汪姐，我这虽然不大，但是你们娘俩住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之前我表姐住在这儿，后来嫁人了，搬走了，房间一直空着。你们呢，就安心住下吧。谢谢你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只是我还不知道会在这儿住多久，但是我会给你房租的。哎，打住打住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都喊你姐了，你还跟我客气，拿我当外人了？怎么会呢？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了。那你们就安心的住在这儿，别想多了。哎，你们吃过饭没有？出来的时候有点急，还没吃。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豆豆，去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啊？走，我们去做好吃的啦。
好棒啊！你呀，棒吗？好吗？看看。看看。是谁呀？豆豆。你一天不跟他离婚，我们的关系都不能见光，永远都要过这种躲躲闪闪、偷偷摸摸的日子。连你也嫌我有皱纹，尹建平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陪你那些客户吃饭、喝酒、应酬，帮你促成多少生意？怎么样？现在我有皱纹，你想过来拆墙啊？走走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干嘛呢你？我找汪婷有事儿。汪晴不在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我找她有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对不起汪姐，我为汪姐打抱不平，我就不待见你，怎么着？我这样说你懂吗？我找她有事儿，没事儿我不会来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当然管得着啊！你伤汪晴伤得也太深了吧？好，你认为孩子不是你的，你甩手不管了。可你知道吗？那孩子也不是汪姐的，汪姐怎么对待的？什么？那孩子不是汪晴的？我要回去工作了，你走吧。豆豆不是汪晴的。我是没说什么。大爷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汪姐，孩子怎么回事？这里没有人欢迎你。你说清楚，豆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都不会说的，豆豆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说呀！汪姐，对不起。什么？豆豆也不是汪晴的孩子？那我们尹家的孩子呢？那我的孙子现在在哪儿呢？不对，是不是汪晴不想离婚，故意捣鬼的吧？不会的，汪晴是不会做这种事儿。我觉得汪晴也不会，汪晴她肯定是去验了 DNA 才发现的。一定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医院给搞错了。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得把我的孩子给找回来。当然得把孩子找回来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想办法把汪晴给接回家来呀？哎哥，你快去把汪晴也接回来啊，一块找孩子。那你知道汪晴现在怎么想的呀？况且狐狸这边怎么办？哼，这狐狸睁着眼说瞎话，把我们一家人当猴耍。要我说呀，趁早把他轰出去算了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。哎，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婶儿，你这弯转的也太快了吧？知道了吧？知道了吧？你婶儿这个人呢，她就是一会儿极左，一会儿极右。不过这事儿啊，是建平的事儿，还是让他来解决吧。哪个你回来了？怎么这么晚呢？我都好想你哦。我今天很累。哎，那你肚子饿不饿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做给你吃啊。不累。我今天想了一天，我们俩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，让别人会说闲话。再有，你是一个名模，如果被媒体知道了，你的前途就完了。这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决定不干了。只要你把离婚手续办好，我们马上结婚。我会安安分分的当你的妻子，替你生个孩子。还替生孩子？你现在说话谁信啊？
豆豆，几点啦？是不是该午睡了？等下，阿姨，我们的房子才刚盖了一半。你是不是也该午睡了？可以睡醒了再盖吗？豆豆妈，哎，你们也休息了啊？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累着了？快坐下歇会儿。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老是没胃口，心口还闷闷的疼。去医院检查过吗？看了也没用，我拖着这一老一小的，是有命死，没时间看病啊。有病就要早点检查，回头拖出大病来就不好治了。咱们这街里街坊的，你要有什么事儿忙不过来，你说一声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那都不好意思啊，你们也挺忙的。怎么会呢？豆豆不是也老麻烦你们吗？阿姨，我喜欢你。阿姨也喜欢你。汪晴啊，我怎么觉着小智像是你儿子，反而不像我儿子呢？我哪有这福气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啊？我反而觉得女儿好，女儿贴心。我原来也生了个女儿，可是我婆家非要个男孩。那你女儿呢？死了。汪姐，你千万别跟我妈说，她听了会难过的。我不会的，对不起啊。汪姐，汪姐，尹建平他爸来了，在店里等你呢。婷妮，帮我看一下豆豆。豆豆在这里再玩一会儿哈。我先过去了，你要是不舒服就休息一会儿啊。哎，那你快过去吧。豆豆，来，一起搭积木吧。爸，其实我知道尹家一定会有人来问这件事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您。孩子，难为你了。全家人都认为是医院里出的错，你以为呢？不在医院还会在哪儿呢？应该就是那儿吧。可是我自己也回去过原来的医院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地方变化很大，医院已经搬走了，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医院搬去了什么地方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到底该去哪儿找我的孩子。王晴啊，这个事儿不怪你，你是个好媳妇儿，感谢你对尹家所做的一切。其实啊，我们尹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啊，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事情也都过去了。回去您转告建平，我会履行我的诺言，跟他离婚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爸，狐狸怀了建平的孩子，您总不能让大人犯下的错让一个孩子去承担呢？你知道吗？狐狸她根本就没怀孕。我们尹家没亏待那个女人，我们亏欠的是你。听爸爸的话好不好？再给建平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让他风风光光的把你迎回家去，好不好？工厂的原料库存、仓储、原料成本在这个页面里面一览无遗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走神了。说到哪儿了？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我跟王晴复合的几率到底有多大？怎么了？后悔了？我早说了嘛，像汪晴这么好的一个女人，你怎么会舍得放弃呢？我不是听你教训的，我是想听你的意见。我说有啊，不过就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诚意了。汪晴她虽然有强势的一面，但我觉得她应该更重感情。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真心悔改的话，让汪晴感受到你对她的爱，我觉得她应该能回到你的身边。
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哦。真没想到，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说起感情来，居然头头是道。谁没谈过恋爱啊？再说了，我身边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反面教材，我觉得我除了会编程，我说不定还能写小说了呢。行了，你说，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跟王静说？你口才这么好，怎么还问起我来了呢？快来，豆豆，自己好好的坐在这儿画画啊，听话，知道吗？不许乱跑啊！豆豆，想爸爸吗？爸爸看你变了吗？你来啦？啊，吃了吗？还没呢。那我给你做碗面吧，打卤面。好啊，你还记得我喜欢吃打卤面？来，好好吃吧。好了，快去做。谢谢豆豆。我们一家3口很久没这么坐在一起吃饭了。干嘛不接电话呀？客户的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对客户的。今天是休息时间，这个时间属于我自己的，我得留给我的家人。豆豆，好吃吗？哎，好吃了。还没睡啊？你们一家3口团圆，把我晾在家里，我睡得着吗？你跟踪我？没做亏心事，就不怕被人跟踪啊？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背着我跟你的前妻见面，这不算亏心事吗？你搞清楚好吧，我跟汪晴还没有离婚呢，我们俩现在是合法夫妻。尹建平，你才给我搞清楚，我狐狸不是省油的灯，你想要脚踏2条船，谁的好处都占，你做梦！狐狸，现在这个局面你怪谁？要怪只怪你自己。
你把我们都当3岁的孩子是吗？自作主张，自作聪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爸妈都对你有意见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跟宝宝说清楚，尹建平。妈，您怎么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？我好在家等您啊。以后你别叫我妈，我福薄，我承受不起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虽然我们之间有一点点小误会，但毕竟我是您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儿啊。别，我们家可没这个福气。小姐，你还是另攀高枝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不起你这样的媳妇儿，这话你都不懂。是建平的意思吗？我说的话不算吗？你这样的女人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假装怀孕的事儿都做得出来，哼！好在老天有眼，我就不想多说什么。如果你识相的话，赶紧从这里搬出去。这里是尹建平的房子，除了建平之外，没人有资格赶我走。那你就等着。建平是我养了30几年的儿子，我说的话他不敢不听。我不是汪晴，想摆脱我没这么容易。那你就试试看。哼！啊，我狐狸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搬。侯小姐，欢迎搬来是吧？说实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老地方，什么都熟悉嘛。不过这回房租你可要给我优惠哦。好说好说。谢啦。好。来来，哇塞，好棒啊！怎么样？狐狸，狐狸，狐狸。沈副总啊，精品的销量可是日渐下滑呀。你是做业务出身，又是我们杂志社的元老，你可得为我们想想办法。何总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几个月呢，我做了一些市场调查，就是现在市面上啊出现了好几种风格跟咱们近似的杂志，我想如果咱们杂志不转型的话，很难改变现在的局面。转型说的容易，怎么转？你有成熟的想法吗？我是搞发行的，又不是编杂志的，这问题您不应该问我呀。哎，你知道汪晴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您怎么想起他了？他真是一个能干的主编。他当时在的时候，精品可是每期都有上升。是，那您应该把他找回来呀。我正有此意。您不是说真的吧？是真的。沈碧阳，你赶紧去打听汪晴的消息，看看他在干什么。哎，好，有什么消息尽快通知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。我真是多余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前阵子我听上面有人说，就在这附近看见汪晴了，说她开了家餐馆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好像叫……哎，就是那儿，甜甜小馆。甜甜小馆，我们进去吧。咱们去旁边先坐坐。走。老板，哎，欢迎光临，二位请进。来，看看想吃点什么？先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想跟你们打听个事情啊，说吧。就是那边那家甜甜小馆，他们家生意怎么样？他们家呢一般都是年轻人喜欢去，我们家可都是地道的家乡菜，你们可以尝一下。他们家吧，主要是菜特别难吃，是昨天来我们家的客人说的。他们家2个年轻女孩哪会做菜啊？就是长得好看。去他们家的客人一般，多数是男的。别这么说，本来就是嘛。我都做了几十年的菜了，我还能做的不比他们好吃吗？要不然你们试试，你们点2个菜。小鹿，你想吃什么？小鹿斑比。咱这好行。这个虾仁炒饭吧。好的。那我要一个火腿蛋炒饭。2位稍等啊。我糊涂了，咱家没有米饭，怎么做蛋炒饭呢？啊，那要不到隔壁甜甜小馆先借一点，行吗？那也只能这样了。那你照顾一下客人啊，过去。哇，小猪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，大娟儿，太可怕了！妈，咱店里还有客人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？刚才我去甜甜小馆厨房，他们厨师居然把客人吃剩的菜放进盒子里。妈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讲。我怎么是乱讲？我要不是亲眼看见，这辈子你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还有这么黑心的人呢。人吃剩的菜，你再放在盒子里，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想找机会再卖给客人吗？行了行了，快别说了啊！太缺德了，这搞的是。孩子睡了吗？睡了。怎么样？算出来了吗？噔噔噔噔，自己看。这么多啊！真是太好了。喂，喂，说话啊！谁啊？可能是打错了。哦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王姐，不说话，只是笑，笑声好可怕。
应该是有人跟我们恶作剧吧？不用怕，把电话线拔了就好。嗯，走吧。发出去，要是让何总看见了，你说何总还会相信那种人吗？千万小心，别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什么事情那么神秘啊？还不能暴露身份啊？何总是这样的，我让小陆去探听一下咱们竞争对手的这个营销方案，所以当然要小心了，是吧？啊，小心为上啊，是。哎，沈冰啊，我让你联系的汪晴如何？再联系了啊，尽量到你。哎，好，是，抓紧啊！哎，你慢走啊。亲爱的，我都搬了2天了，你不来看我，真这么绝情啊？有事吗？我正在忙着呢。干嘛这么不耐烦？人家想你，想听听你的声音啊。现在听到了，那没事，我挂了啊。哎，等等，我今晚要回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哦，不方便啊。那个给你戴绿帽的女人回去啦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没事，我挂了。林建平，你真以为我舍不得你啊？你别臭美了。我是有一件礼服落在你家的衣橱了，我要去拿。行，我有时间给你送过去。你不得好死！怎么了？谁要惹你生气了？还不就那尹建平，到底把我当什么？我若这么轻易放过他，我就不叫狐狸。他又回去找他前妻了。哎，你评评理啊！论长相，论交际手段，我哪样输给汪晴啊？可是偏偏他样样都赢我，连男人我都抢不过他。我为什么要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下？就不信！我倒要看看，谁才能笑到最后。哎，老板，来一下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们甜甜小馆卖的是不是都是有机食品呢？对呀，我们这儿卖的都是有机食品。哦，那请问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甜玉米啊。这是转基因食品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怎么能算是有机食品呢？你们打着有机的招牌，把菜价卖得这么贵，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啊！你们做这种昧着良心的生意，好意思吗？你是说这个甜玉米是？哎，我不吃了。像你们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，就应该让大家都知道，等着看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这怎么拍完照就走了呢？他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他是来者不善。如果说我们的玉米粒是转基因食品的话，这在一些国家是被禁止的。沈冰姐，这个，沈冰姐，快上网看看。我们还没出手，甜甜小馆就先出事儿了。一向标榜做有机食材的甜甜小馆，竟然使用转基因食品，挂羊头卖狗肉，欺骗消费者。看来不只是我们想对付他们。这汪晴的人品还真是挺差。小陆，通知编辑部，我们把这个消息发在下一期的热门话题上。有了这2期的连续曝光，我相信汪晴和他的甜甜小馆也长不了了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
何总也会断了想请汪晴回来的念头。我这就去。汪姐，我们出事对谁有好处？你说隔壁彭家？对呀，哎，你看看他们家生意现在比以前好了很多啊。他们家今天生意也是不错，可是大娟不是这样的人。大娟不是，他妈是啊。你忘了他妈以前是老说咱们坏话了？以前是说过我们坏话，但是这也不能证明这次的事就是他做的呀。汪姐，你不是想这样就算了吧？那你还想怎么样呢？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脸色怎么那么不好？不舒服啊？我们最近一直接到骚扰电话，这几天还有人在网上不怀好意骂我们小店儿，说我们用转基因食品冒充有机食品。汪姐已经连续几天失眠了，没病倒那算是万幸啦。啊！骚扰电话都说什么了？什么都不说啊，要不然就是特别奇怪的笑，再不然就鬼哭狼嚎的，反正就是为了吓人就对。你们是不是得罪同行了？哎，有可能，有人看着眼红吧。做生意确实挺难的，王晶，你还是把这个店给关了吧，跟我回去吧。可是我的店刚有点起色。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呀？确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甜玉米是转基因食品，看来这个人是做了功课来的。也怪你们，你们确实太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了。但是其实现在这个转基因工程对人类有没有害处还不太确定，没有结论呢。那天那个女孩来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好意在提醒我，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，我还真是疏忽。哎，等等，是不是狐狸找人做的？王晴，那先这样吧，你还是把门关了，休息几天。我回公司开个会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以后别总别说，以后再不说。王晴，快帮忙！怎么了，红婶？我们家大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晕倒了。你别急，我跟你过去。甜甜，你留在店里，我去看一下。过来坐会儿吧。唉，我们大娟命真苦，原以为拼了命给富家生个儿子，就能太太平平好好过上日子了。唉，可谁知道她丈夫真不是个东西，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婚了。大娟希望小芝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拼了命了跑到城里来打工，这好不容易才刚刚踏实下来，怎么就得了胃病了呢？王晴啊，我真害怕，要是大娟要是倒下了，那我一个人，我带着小芷，我可怎么办呢？
凤婶儿，不用担心，大娟不会有事儿的。再说我们不就在隔壁吗？有什么事儿你喊一声，我跟田妮都会来帮忙的。哎，大娟儿，医生怎么说呀？啊，医生说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累的，然后吃点药，好好休息就没事儿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妈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好。走。彭神已经回店里了，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不累。小智好像快放学了吧？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嘱咐过田妮了，她会把小智一起接回来的。太好了，王琴，我听说你店里的事情了，很替你难过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很长时间没休息了，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好好放个假，也挺好的。大娟，大夫真的说没事儿吗？医生说可能是胃癌，已经检查了。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跟我妈讲，我怕她担心。我知道，大娟，你也别太害怕了。大夫不是说也是可能吗？再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啊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真的是癌症，现在科学也很发达了，癌症也不是不治之症了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我这个人命苦，可我也没什么好怕的，就听天由命吧。你想开点儿，不会有事的。那这几天刚好我的店也停业休息了，不如我过来帮帮你们吧。王琴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我们回来啦！请坐吧。回来啦。豆豆来了。我好累。妈，我要喝可乐，还要吃饼干。小智，咱们冰箱里面有，你自己去拿。哎，不要，我好累，你拿给我。你别动。小智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要自己去做才行。冰箱里面有吃的，想要什么自己去拿。对呀，自己去拿呀。哎呀，人家累嘛。哎，你可笑我！我们家豆豆都笑你了，你知道吗？男孩子是要照顾女生的。妈妈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不但不照顾她，还让她照顾你，你好意思吗？谢谢。豆豆，你要不要？好，走。这才乖嘛。这才乖。走了。哎呦，不错，小智终于遇到听话的人了。是啊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姑姐，我给你泡了一碗泡面，吃点吧。没心情，你放着吧。门没锁，自己进来。你的衣服。这么久才送来，我以为你忘了呢。进来坐啊。不用了。怕我吃了你啊？你怎么能吃泡面呢？这对身体不好。不关你的事。你还好吗？还有口气在。万晴那里也不好。他再怎么不好，都比我强。我是被人家赶出来的，他是被请回去的。
我想问你一件事儿，那网上的消息和照片是你发布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在网上说天天小馆挂羊头卖狗肉，你以为是我干的？我在你尹建平的眼里就这么卑鄙啊？你拿衣服来给我是借口，你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。我现在到底走什么霉运呢？所有的坏处都怪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就问你一下，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尹建平，我跟你讲，谁都可以误会我，就只有你不行。你欠我的，你欠我的，你听懂了没？下来。李先生，我拜托你不要再伤害我们家胡姐了。她刚刚失业，现在心情很不好。你谁啊？我叫米可，是胡姐的助理。狐狸，你真的失业了吗？你管，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我给你一些钱吧，需要钱吗？钱？你就这句话要说吗？我不知道你离开之后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以为你在模特公司做的挺好的。原本是好好的啊，从你那儿搬离开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狐狸，我真的想帮你，你说吧，需要什么帮助？胡姐想开婚纱店，现在还缺一大笔钱。多少钱？100万。用不了这么多。婚纱厂商说，货可以等卖出去了再算钱。那行，我来出资，你来经营。真的？真的，算我对你的补偿。不如我们合作吧，你当董事长，我当总经理。我都说了，这是对你的补偿。现在婚纱是最赚钱的行业，而且我怎么能用你的钱赚我自己的钱呢？我狐狸不是那种会占男人便宜的女人，你应该最了解我的。怎么做随便你，我答应你了。豆豆，好吃吗？这段时间妈妈太忙了，都没给豆豆做好吃的，豆豆多吃点啊。其实回头想想，这件事也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，它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也许这也是个转机呢。王姐，我发现你开餐馆以后，真是越来越坚强了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你义无反顾的跟我跑出来，我总不能让你伤心失望吧？开开心心也是一天，愁眉苦脸也是一天，干嘛非得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说的也是。只要能有一个乐观面对的心态，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豆豆也觉得说得好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大娟生病了，我看彭家小馆也经营不了多久了，真不知道他们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答应过大娟不跟他妈说的，你千万别说走嘴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可他们家一老一小的，这今后可怎么办呀？你放心吧，妈妈一定会帮助小智的啊。王姐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老天一定会让好人有好报的。那就最好了。会的，吃吧。